做比较多，是因为有受到那个游牧民族的影响。那从马战上面，那不光是清朝之后哦，受那个影响，从宋大概就有了，唐还是直刀，对，直刀变弯刀的时候，就是唐朝跟那个西北方的战斗很多嘛，对，所以一般是马战的刀弧度大，对，你看阿拉伯那个弯刀弧度更大，用这样拖过去，哎，哦。那我们步战也会变成这种形式，是因为，所以我们步战以后那个弯度就没有那么大，所以你要靠什么？你要身法步法的旋转力。但是会弃用直刀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会比较省力，然后变化比较少。这个省力，这个近身适合民间哦，比较好游走。那种大的是你挥洒大，你要用的气力多。直刀的话，我就是硬砍硬夹硬。因为它是战场上面，你对方穿甲，这样子的，那这种不是啊，民间的话，你没有穿甲啊，就找重要的部位割嘛。哦，对啊，所以是也跟那个小刀或匕首一样，你那种直的匕首，它可能就是它就是捅甲，它就是捅。但是像那种东南亚那个虎爪刀，就是适合这种近身。它就专门杀人的，哎，杀人、杀猪、哎，这样子。过刀啊，从直刀变成弯，变成有弧度的哈，它是据说啦，是受那个游牧民族啊，游牧民族因为马战的刀啊都是有弧度的，马战的刀有弧度的，因为你冲过去那个力量很大的，你不可能用劈的，用马的力量，啪一下，你手都不要动，就用马的力量，手指头一勾，就划过去了，划过去了，你的马还可以往前跑嘛，它没有停顿嘛。如果是用砍那一瞬间，马往前跑，你人不是就摘下来了吗？所以你们看阿拉伯的弯刀，马上面的刀大部分是有弧度的。那他们那个弧度大，后来中国接纳了以后，尤其民间使用了以后，它把弧度变小了。那马上的弯刀，它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马的速度。当它弧度变小的时候，它还是什么？它还是利于割，就是我人不停留，我在杀你的时候，杀完你的时候，我人可以不停留。所以呢，一般在用这样的刀的时候，是靠什么？是靠身法步法。因为你们刚才在练的时候，是还没有加上去这个。可实际上这些刀在练的时候，你先不要拿，我先割，你这收着。就是说我这个刀在用的时候，实际上是什么？实际上一进来的时候，我用的是什么？我用的是我的人，而不是用这个。所以我说我刚才过来，啪，我是用这个，我用旋转，我身体的旋转。过来，我身体的旋转，我从这边过来，我从这边过来，一走到这个地方已经近了，我身体的旋转去割它。有很多腰上的刀也是一样，我从这边一走了，旋转。所以有很多的刀，我从这边一走了，啪，到这边以后，我身体的翻转，所以这种刀在用的时候都是很近身的。这边是磕开，这边是磕开，这种形状啊，你们看原始部落的兵器，最原始的兵器，它不管用玉石做的，还是用石头做的，还是用木头做的，它的形状什么？形状都是这个样子，一个曲度，然后这边大，这样子，那是最简单的、最有效的、最原始的使用刀之类这种东西的方法。
动作只有两个，就是对方的兵器来，他这边一颗，这边一个，所以他这个地方是弯的，然后这边重，或者这边力，所以动作只有什么？动作只有这个一颗一砸，只有这个，啪，就跟劈挂拳那个挂劈挂劈，这种动作是流传最广的，流传几万年的，从原始人开始会用东西。你到纽西兰去看他们那个原始部落的兵器，你到早期中国挖出来石器时代，很多这样形状的兵器。我到纽西兰去，我也问他们原住民嘛，你这个东西怎么用？他们一笑，很简单，就叭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用法就是这样子。接下来是什么？接下来就是看你够不够熟练，够不够快，跟那个接触点能不能掌握的恰到好处，晓得吗？所以这种东西啊，这种东西它用割的、用抹的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你如果是用刺的，你刺进去了，你会停留，你会停留。你用砍的，你砍进骨头了，砍进肉里面，你会停留。你要拔出来，砍进去了，限制到你的下一步的行动了。这种东西，他们在用的时候，早期在用的时候，一个目的就是什么？就是我在伤害对方，我在杀对方的时候，不限制我下一个行动，表示什么？表示是一打多的。我是要一直在动的。所以八卦的兵器，很多兵器都是带弧的。所以那个鸳鸯月，很多人在练习用啊，都不知道怎么用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用出来那个弧的那个学问，都在砸，都在刺，都在做这些动作。这些动作不是他那个设计的那个原意，不是一个弧度的兵器该有的动作。听不懂？啊，所以当我们在用它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要跟它有一个了解，我怎么用它？我真正要杀人的时候，我就掌握到这一段，我掌握到这一段就行了，我掌握到这一段就够了。听不懂？啊，所以他很多这种歌啊，这是他的使用的要领。所以你们在练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要去注意到，当你在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走出它那个弧线来？有没有走出它那个弧线？你看，从远到近翻，从远到近啊，从这边从近到远。走出来那个弧线啊，所以慢慢练，从接触这个点，然后到慢慢你来，从接这个点，然后到什么？到能够啪拉开，然后什么？走弧线，听不懂？所以这个思维，这个方式跟见到那些东西，它是直的东西不一样，晓得吗？啊，好，你们再试试看，宽度，它比较窄，它比较窄。那会做出这样不同的，他们的用意是什么？会想要用雁翎刀？它比较轻快啊，走位可以它快啊，它的变化可以快，变化可以快。对。只是说他在走位转动这些会更顺，对，畅。但是它的力量就没有牛尾刀大。是说像这种，对，这种或者挥啊什么这种力量，因为它你拿棍子，它一挥，它碰到一个棍子，碰到一个阻挡的时候，就过不去。它的力量就没有牛尾刀大。
哦，这是很简单的嘛。那它前面重的话，它这个重力加速度的力就比你前面小的重力加速度力要大。所以它比较算女生。它是讲轻快的，所以用那种刀是动作更要快，哎，要更灵活这样。对对对，然后像老师刚刚讲的，像剑道他们是那种直来直往，所以就，它也不来直我，它一样有割啊。可是我觉得他们那种形状放在我们的生活步伐里面，好像比较没那么好用啊。因为是因因为为形状的关系。不是因为后来变成比赛，因为比赛规则的关系，跟西洋剑一样嘛。嗯，西洋剑你变成比赛有规则，你一定要在这个范围内，那就做了很多限制啊。所以不然其实像他那种刀型放在国术里面，可能就是像苗刀那种用法比较多，像戳还是脚的动作吗？不一定，因为剑道的刀也是有很多种，哦，太刀或是打刀，对，它也是有不一样的弧度的，哎，所以还是要看那个器械的本身。然后我们人再去配合它。对对，啊，这就是那个宫本武藏跟别人决斗，宫本武藏决斗就是耍这一招。他劈来的时候啊，你劈来，你不能在这个中央这里接，所以他劈来的时候啊，你要在哪边？你要在这边，你看，在这里，听不懂？哎，你的人是藏在这个地方，你看我的人其实已经让开了嘛，你到这边你才可以做这个嘛。老师说我进来的不够多吗？不是，你刚才是你劈，你刚才在做是在这里接，你在这里接，你在这里接，第一个你还在他的威胁下面，他人往上一提，刀往下走，他就伤到你了。所以人先要走，所以他劈来，你的人先走开，这样不懂？然后你这个手啊，才离他近嘛，啊，你再试试看，人要再出来，再出来，不对，你的人要往那，这是这个线，对，好，他劈来是在这个线嘛，你要往这里走，你看，OK，走到这个地方嘛，听不懂？我的人也闪过来，是，哎，像一点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你这去拿他的手，好，哎，对了，啊，让开。你接触点在这个地方，你的人要让开。哇，往这边。对呀、让开。